為什麼地球上沒有進化出噴火的動物？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？如果你看過《權力的遊戲》，一定對裡面那些會噴火的巨龍印象深刻，一口烈焰就能摧毀一支軍隊，這個技能可太強大了，太好用了。這麼好用的技能，為什麼現實中沒有呢？為什麼地球誕生了46億年，生命進化了將近40億年，卻始終沒有出現一種真正會噴火的動物呢？仔細想想，這事兒還真很奇怪，因為大自然早就進化出了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能力。有的动物會噴水，比如涉水魚，它能夠從水中噴出一道細細的水柱，精準擊中樹枝上的昆虫，把獵物打落到水裡。有的動物會噴毒，比如眼鏡蛇，甚至可以把毒液噴出去2-3米遠，而且目標不是身體，而是直接瞄準敵人的眼睛。還有會放臭氣的臭鼬，一旦遇到危險，就會噴射一種帶有強烈刺激性氣味的液體，讓絕大多數捕食者望而卻步。還有大家熟悉的電鰻，它甚至能夠釋放数百伏的高壓電，把獵物直接擊暈。如果這些還不夠神奇，那還有一種動物，你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。它叫爆弹甲虫，這種只有幾厘米長的小昆虫，能夠把2種分別儲存在體內的化學物質混合，在極短時間內發生劇烈反應，瞬間噴出接近100°C的高溫液體，同時還伴隨着砰的一聲爆鳴。它噴出的不是火，卻已經非常接近我們想象中的火焰武器了。你發現沒有？噴水、噴毒、噴臭氣、放電、高溫噴射，這些能力大自然幾乎全都進化出來了，可唯獨沒有噴火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很多人第一反應會說，很簡單，因为火會把自己燒死。這個答案聽起來很合理，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，就會發現它其實站不住腳。因為真正的噴火並不一定要在身體裡面燃燒。我們不妨把噴火這個動作拆開來看，如果一種動物能夠做到這3件事情：第一，在身體裡合成一種容易燃燒的液體；第二，把這種液體高速噴射到身体外面；第三，再利用某種方式把它點燃。那麼火焰其實是在身體外形成的，而不是身體裡面。這樣一來，動物完全可以避免直接承受火焰的高溫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3個條件，地球上的動物幾乎已經分別具備了。製造化學物質，很多動物都會；噴射液體，噴毒眼鏡蛇、涉水魚早就做到了；產生高能量，電鰻能夠釋放強大的電流，而爆彈甲蟲甚至可以利用劇烈的化學反應，把液體加熱到接近沸騰。換句話說，噴火需要的零件，自然界幾乎已經全部擁有。那為什麼幾十億年來，沒有任何一種動物把這些能力組合在一起，變成真正的噴火動物？答案是，並不是做不到，而是另一件更加殘酷的事情，那就是自然選擇，根本就不想讓這種能力留下来。很多人对於進化都有一個誤解，總覺得只要一種能力足夠厲害，最終就一定會進化出來。其實進化從來不是一場能力比賽，它更像是一家公司。老闆每天都在問同一個問題：這項能力投入是多少，回報是多少？如果成本太高，就算再炫酷，也會被毫不猶豫地淘汰。噴火就是這樣一種能力。那麼它到底貴在哪裡？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燃料。確實，火焰本質上就是一種劇烈的化學反應，想要持續噴火，就必須不斷提供大量可燃物。也就是說，動物每噴一次火，其實都是在快速消耗自己辛辛苦苦儲存下來的能量。而對於野生動物來說，獲取能量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獅子為了捕到一只羚羊，可能要失敗10幾次。獵豹雖然跑得最快，但它的捕獵成功率也只有大約1/3左右。很多動物每天都生活在吃了上頓不知道下頓在哪兒的狀態，所以大自然最忌諱的就是浪費能量。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一個成年人慢跑1小時，大約會消耗600-700千卡熱量。這些能量看起來很多，可如果換算成汽油，其實還不到100毫升。也就是說，人類運動一天所消耗的能量，放到燃料的角度來看，其實並不算多。而噴火呢？如果想像電影裡的火龍一樣，噴出幾米甚至10幾米長的火焰，僅僅幾秒鐘就需要消耗大量可燃物。這些能量很可能足夠動物維持幾天甚至更長時間的生命活動。為了嚇跑一個敵人，或者抓住一只獵物，就把自己幾天積攢的能量一次性燒掉。
這筆賬怎麼算都不划算。於是，自然選擇首先就會問出第一個問題：為什麼不用更便宜的方法？事實上，大自然早就給出了答案。有毒液，有尖牙，有利爪，有速度，有力量。這些攻擊方式不僅消耗更低，而且效率更高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非要噴火？可是，如果只是能量消耗大，似乎也不足以徹底否定噴火。畢竟，有些動物本來就擁有充足的食物來源，那它們為什麼也沒有選擇噴火？真正的問題其實還在後面。因為對於噴火來說，真正昂貴的並不是燃料，而是整個噴火系統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一種動物真的要噴火，它的身體裡需要有什麼？首先要有一個專門儲存易燃液體的器官，而且這種液體還不能洩漏，否則一旦流到身體其他部位，就可能帶來危險。其次，它需要一套能夠承受壓力的噴射系統，就像一把高压噴槍一樣，把液體高速噴出去。然後還需要一個點火裝置，無論是電火花還是其他方式，總之必須保證每次都能準確點燃。除此之外，還需要耐高溫的口腔、喉嚨和噴射通道，否則火還沒噴出去，自己先被燒傷了。更麻煩的是，還必須解決一個問題：如何避免誤點火？否則，只要點火時間稍微提前一點，後果你應該能想到，整個身體都可能變成一枚炸彈。也就是說，一只噴火動物不只是多長了一個器官，而是要同時進化出一整套高度協調的複雜系統，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，都會首先威脅自己的生命。相比之下，長出更鋒利的牙齒，進化出毒液，或者讓自己跑得更快，顯然要簡單得多。於是，自然選擇又會問第二個問題：為什麼要走最複雜的那條路？如果說前面這兩個問題還只是成本，那麼第三個問題才真正決定了噴火幾乎沒有未來。請你想象這樣一個畫面：你是一只生活在森林裡的噴火動物，突然一只獵物從草叢裡跑過去，你張開嘴，一團火焰噴了出去。獵物有沒有抓住我們先不說，但是周圍的枯草、落葉、樹枝很可能已經被點燃了。風一吹，火勢迅速蔓延，幾分鐘後，整片樹林都開始燃燒。最後，你或許成功趕走了敵人，卻燒掉了自己的巢穴，燒掉了幼崽藏身的地方，甚至燒掉了未來幾個月賴以生存的整片領地。對於一只動物來說，這幾乎等於自毀家園。所以，火焰有一個所有人都容易忽略的特點：毒液只攻擊目標，利爪只攻擊目標，尖牙只攻擊目標。而火焰不同，它攻擊的不只是敵人，它還會攻擊環境。而環境恰恰就是動物賴以生存的一切。這意味着噴火不僅風險高，而且會不斷破壞自己的生態位。這樣的能力，即使偶然出現，也很難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穩定保留下来。看到這裡，你可能已經發現了，真正淘汰噴火的不是火焰，而是自然選擇。因為自然選擇從來不會選擇最酷的能力，它只會留下收益大於成本的能力。說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噴火這種能力聽起來簡直一無是處。可奇怪的是，就在地球上，還真的有一種生物幾乎把火變成了自己的武器。只是它不是動物，而是植物。沒錯，就是桉樹。如果你去過澳大利亞，或者看過當地森林大火的新聞，應該經常能看到它的身影。桉樹的葉片和樹枝裡含有大量揮發性的精油，這些精油本身並不會自己燃燒，但是一旦發生山火，它們會讓火勢燃燒得更加猛烈、更快。聽起來好像是一件壞事，可对於桉樹来說卻未必如此。因為經過漫長的演化，它早就學會了和火共存。它擁有厚厚的樹皮，可以抵擋高溫。樹幹下面還有大量處於休眠狀態的芽，火災過後，這些芽會迅速重新生長。更神奇的是，很多桉樹的果實和種子反而需要經過高溫之後，才能更容易打開外殼，把種子釋放出來。也就是說，對於很多植物來說，火災意味着毀滅，但對於桉樹來說，火災卻意味着新的開始。等到其他植物都被燒光以後，陽光變得更加充足，競爭者減少了，新的幼苗反而能夠更快佔領這片土地。所以回到最開始的問題，為什麼地球上沒有進化出噴火的動物？不是因為做不到，而是從理論上來說，
自然界已經擁有製造燃料、噴射液體、高能化學反應等多個關鍵能力。真正的問題在於，噴火從來不是一種優秀的生存策略。它消耗巨大的能量，需要極其複雜的身體結構，還隨時可能燒毀自己的家園。對於動物來說，投入遠遠大於回報。而那些真正能夠長期生存下來的能力，往往不是最震撼的，而是最經濟、最穩定、最可靠的。這就是自然選擇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